年了，我终于找到了这里，这万亿冥币终于是我的了，给我收！老矣，冥府禁地，岂是尔等凡人可觊觎之物？成了末世首富，却没命花吗？不甘心，好不甘心啊！这里是九世，我居然重生了。上一世我死在冥府银行的烈火中。等等，这戒指重生了，戒指还在，冥府银行也还在，万亿冥币都在。冷静，现在是6月份，末世已经降临1个月了，看似正常，但大家都在恐惧。这一世，我有万亿冥币，我要买下所有诡异场景，让鬼王臣服。不要！果然来了，午夜食堂。上一世也是这个时候，游戏开始了。午夜12点，来了，血腥味儿，还有鬼影。几位年轻的侍者，欢迎来到午夜食堂。为了工作顺利，请务必遵守规则：第一，认真执行工作安排；第二，用心服务好顾客；第三，工作期间请遵循好上班时间，请保护好食堂的物品。进来吧，你们有3分钟的时间准备一下，然后过来我这边集合。包间里有一位客人，接下来的1个小时，你们作为侍者需要满足客人的需求。你帮我把流出来的汤擦干净。沉默，我好怕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想让我替你送死，除非我脑子有病。这是给你的小费。发财了！高兴得太早了。帮我把盘子撤出去。好的。拿了钱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是谁把盘子摔碎的？破坏餐厅的盘子是要受到惩罚的。是他把盘子摔碎的！你在把我当傻子糊弄吗？你们干了什么？我看得一清二楚。我赔，打碎的盘子我赔。你确定要用这个赔偿吗？对。他没救了。可是你的冥币不够，盘子要20冥币，不够的部分用你的1半抵债。嘿嘿嘿，这是给你的小费。让你不救我，你也要死了。盘子碎了，让这个侍者赔。侍者只需服从，客人让他赔，他就得赔。当然，我手里有10冥币。10冥币不够，不想赔就去死。我知道不够，但是我从没说过我要赔偿这个盘子。高级酒店吃腻了，听说还是小作坊下料猛。把你们的菜单拿来，我要点一份菜尝一尝。你的那点小把戏，在我面前还不够看。你看出了什么？任务的生路其实就隐藏在任务开始时你说的规则之中。规则第2条，前来消费的是客人。经理，给我上一碟10冥币的花生米。身为客人，我要求拒绝赔偿盘子。你是第一次做诡异任务？这辈子第一次。我承认你很厉害。把我的10冥币给我，我不赔了，我也要点菜，我也要当尊贵的客人。你的10冥币已经给我了，是不能退还的。沉默，你早就看穿了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说？我为什么要救你？更何况你还想让我替你送死，还想污蔑我，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？在你嫁祸我的那一刻，你的死亡已命中注定。你违反了诚实回答经理问题的规则。把你们的老板叫来，我有事想和他商量。我们老板轻易不会出面，如果你有什么要求，可以跟我说，我会满足你的要求。我的胃口很大，你满足不了。比如，我想买下你们的食堂。尊敬的客人，这超出了我的能力，
但在我看来这是痴心妄想。我知道你没有这个权限，而且你误会我的意思了。我的意思是给老板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，比如冥币。尊敬的陈先生，我是经理厉潇潇，请稍等，我去喊老板。陈先生，我是个地痞无赖，您大人有大量。滚！先生，我是午夜食堂的老板，是你想要买下午夜食堂吗？陈先生，这地段很好，买下来绝对不吃亏，以后找几个大厨，生意哗啦啦就来了。陈先生，您能看出来，我的食堂虽然现在的经营遇到了一些困难，不过您放心，我的午夜食堂地段很好，您买下来绝对不吃亏。他说的对，上一世骷髅老板苦苦支撑，后来这里成为了名震一方的午夜酒店。重回末世，哪怕倾家荡产也要买下午夜食堂。不过，可不能这么痛快，万一被他发现了什么。哥们儿，我爱说实话，午夜食堂不过一个小作坊，你这样说我有点难办啊。陈先生，我的意思是，您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只是这价格有点贵啊。你说个数。200，不，150万，150万冥币。我再减个50万，我出100万冥币，现钱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全款付清，不卡你尾款。没错，不过我有个小要求，午夜食堂里的员工要全部留下来，你不能带走。天哪，还要帮我付拖欠的工资，这是什么绝世大冤种？陈先生，您的眼光真是无可挑剔，买下午夜食堂绝对是您做过最正确的决定。100万买下200万的资产，还附带未来的大厨和员工忠诚度，这波血赚。陈先生，您看您什么时候付款呢？签合同吧，签完之后，这些钱就都是你的了。午夜食堂是我的了。厉小小，现在是凌晨1点04分，我宣布第4条规则：所有侍者可以离开午夜食堂，若规则冲突，以我为准。陈木同学，我们几个是不是可以走了？谢谢陈木。这位是新老板陈木，老板说了，补发所有拖欠工资。不要叫我老板。是主人。太弱了，全是鬼迷，连个鬼将都没有，契约不能浪费在他们身上。小伙子，学习这么刻苦，在教室学到了半夜2点。大爷，帮我开个门吧。学习在末世，分数抵不上1冥币，生存才是第一目标。现在的学生真卷啊！接下来1个月，我要去更多诡异场景，寻找真正的强者。唉，没有车还真是不方便，得想办法弄一辆车了。师傅，去望江小区。师傅，你开得太快了，有血腥味儿，这是幽冥出租车。到地方了，付钱1万冥币。付钱，不然就死。没有眼睛居然还开得这么稳，你们诡异还是有点本事的。看，钱我有。师傅别急，我是为了你好。如果我付给你1万冥币，你收下了，违反规则的就是你了。别装了，真正的车费在计价器上。挪开身子，让我看看。给我当私人司机，1个月2万冥币，
还有绩效奖金。这是3个月的预付工资。好久没回家了，感觉真好。重生一次，我必须把所有稀有道具扫荡一空。迷雾博物馆，公爵的死亡重铠，免疫诡异伤害，还能过免一次违反规则的死亡。这是神器。硬抢是死路一条，但公爵是个落魄贵族，他最缺的是钱。巧了，我有的是钱。公爵夫人还蛮漂亮的，吃人嘴短，得买点礼物把好感度刷上去。去诡异商场买点高档货，可是哪里有诡异商场？坏了，上辈子是个穷鬼，根本不知道商场在哪儿。不过这也不是麻烦事儿，等会儿司机来了，直接问问他就好。他是本地鬼，肯定知道。陈老板，顺路给您买了早点。哪里有高级的诡异商场？我不差钱。郊区有个堕落商场，东西最贵，最高端。你在车里等着。好的，老板。欢迎来到堕落商场，先生，买了东西才能离开哦。不用跟我玩这种把戏，这是一种误导性规则，只要买东西就陷入了陷阱，不买东西其实也可以安全离开。你很聪明，请离开吧。离开？带我去你们这儿最贵的店铺。哦，真是个神秘的帅哥，跟我来。这里有酒水、衣服、首饰，各种昂贵的物品，还都是鬼界的大牌奢侈品，只要有钱都能买得到。先生，欢迎光临血色浪漫，我们这里有各种顶级的酒水，您想要点什么呢？这种给我来100瓶，全部打包。又一个不知死活的愣头青，等死吧你！一共230万，付不出来你就留下来哦。先生稍等，我这就喊经理。人比人气死人啊！走啊！陈先生，恭喜您成为首位黄金客户。别急，还没买完呢，把最贵的珠宝拿来。打包，再给我拿几块最好的手表。你们老板在吗？我想把这商场买下来，告诉他不差钱。老板出差了，我做不了主，但我一定转达。陈先生，鉴于您的尊贵，我为您开一张唯一的至尊黑金卡吧，白银、黄金，而在他们之上是至尊黑金。假如陈先生您要参加洛洛商场的诡异任务的话，在商场里面您就是 BOSS， 可以随意更改规则。即使是其他人，只要您愿意，您也可以动用至尊黑金卡的特权，插手他们的任务。除此之外，如果您想逛商场，我们可以提前清空商场的其他客户，只接待最尊贵的您。您可以随时开分卡给你亲近的人，只要老板在商场内，老板随时见您。这是我权限，只给最尊贵的您。行，那你帮我开一个吧。我请客。早知道就诱惑他了。
恭送至尊黑金陈老板。这是鬼大翠费5万多的中配款，老板一直在关注我，被尊重。谢谢老板，誓死效忠老板。老板什么来头？竟然让堕落商场给他开了至尊黑金卡。老板，我们接下来去哪里？去迷雾博物馆。老板，迷雾博物馆那是强制任务，只有活着才能出来，需要我陪你进去吗？哥们儿，你也收到任务了，宝贝儿别怕，这都是小场面。诡异任务：迷雾博物馆，扮演公爵的老友。又是一群不懂规矩的穷鬼。还不进来？想死在外面吗？空间戒指是个有背景的人。这太贵重了，是给公爵的吧？就是给您的，您辛苦了。陈先生，是否要照顾那几个人？我不认识他们。陈先生，请到这里来。那几个人已经在大厅里坐着了。公爵的晚宴还有一会儿，在此之前会有一场小游戏，来帮客人打发晚宴前的时间。陈先生，您想喝点什么？我们这里有热水、红茶。喝点红茶吧。好的，您稍等。各位客人，公爵的晚宴还在准备中。为了帮各位打发时间，公爵大人特地为各位准备了一场小游戏。这场小游戏的名字叫躲猫猫。为了各位客人能玩得愉快，请务必遵守以下规则。游戏将于5分钟后开始，游戏时间为2个小时，时间到了，游戏将自动结束。游戏开始后，迷雾博物馆的保安将会出现，保安会在博物馆里巡逻，他们会杀死外来者。千万不要被保安发现。游戏过程中，请不要离开迷雾博物馆1楼，如果离开这个范围，死亡将会降临。4. 如果不幸被保安发现，请尽你所能躲避他们，但在躲避的过程中，请不要触碰博物馆的展览品。5. 除了地面和墙壁，所有不会动的物品都是公爵的展览品。6. 展览品是不能移动和触碰的，无论是谁敢移动或触碰，都会受到公爵的惩罚。兄弟，这个老管家也太狠了吧！规则太严了，根本没打算给我们活路啊！对啊，展览品不能碰，这还说得过去。但是除了地面和墙壁，其他不能动的东西都是展览品，这岂不是意味着我们躲藏的时候，连柜子、沙发什么的都不能碰？这还怎么玩？不对，一定是有生路的。有的时候任务的生路恰恰隐藏在严苛的规则中。如果看不出生路，那么严苛的规则将会给人带入死亡。但如果有足够的经验和智慧能窥探生路，那么严苛的规则反倒会帮助你活下去。所以，这几条严苛的规则到底在暗示我什么呢？闭嘴！想死也别拉上我！从薄雾中的黑影推断，诡异保安不止一个。这次任务困难，能活下来的不超过2个。天啊，这是什么？挡住他！你先撑住，我从后面绕过去偷袭他。你在等那个黄毛，我都看到了。
黄毛从我后面跑了，他根本没打算偷袭我，只是为了让你送死，他好逃跑罢了。斩蓝品不能动，公爵的惩罚，我想到了。关键在无论是谁，这个谁也包括诡异保安，只要我也变成斩蓝品，保安就不能碰我。第5条规则说，不会动的物品是斩蓝品，只要我不动，我就是斩蓝品，保安无法触碰斩蓝品，所以我立于不败之地。果然，生路推测正确，诡异触碰我了，难道我推测错了？完了！先生，您的茶。管家担心您口渴了，让我给您送一杯热茶。迷雾博物馆里阴冷潮湿，还请陈先生注意保暖。那些诡异保安不能伤害您。如果您不想参加游戏，可以随时离开。原来是 VIP 服务，这画风不对啊！别人在玩命，我在喝茶，有冥币真好啊！根据我的经验，这次的躲猫猫游戏是典型的首尾施压型任务，开始和结束时难度极大，中间是陷阱。现在的安宁是假象，最后10分钟才是真正的杀招。我俩都快要死了，你居然优雅的吃了顿下午茶，有没有天理啊？就是啊！各位客人，游戏已经结束了，公爵已经在2楼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晚宴，只要吃了晚宴，各位客人就能离开这里了。跟我来吧。终于要到晚宴了，能不能买到鬼将级道具死亡重奖，就看这次表现了。那是唯一能抵抗规则之力的底牌，我一定要拿到。公爵的晚宴上有一些规则，请不要违反。1. 对公爵和公爵夫人要有礼貌。2. 公爵给你的食物不能拒绝，要全部吃完。公爵不喜欢太多的规矩，所以只有这2点。各位客人远道而来，我为大家准备了晚宴。天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给诡异喝的毒药吧？我来给你们分配食物吧。公爵、公爵夫人，请稍等。晚宴开始之前，我这里有些许礼物，聊表心意。礼物不算贵重，还请公爵和夫人见谅。价值100万冥币的限定款。天哪，这是堕落商场的100万级限定款，我以前想买都舍不得，纠结了1个月还是放弃了。没想到他居然送我这个。来，夫人，你给陈木分配食物。公爵这是在放水，规则说公爵分配的必须吃完，没说夫人分配的也要吃完。不愧是老狐狸，放水都这么有水平。我操，还能这么玩？我还有10冥币，这可是最珍贵的冥币，只要拿出来，公爵肯定喜欢。公爵大人，公爵夫人，我这里有更加珍贵的礼物送给2位。10冥币？你是来羞辱我的？我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你拿个10块钱来羞辱我？敢在晚宴上羞辱公爵，拉出去砍了！这个人是你的朋友吗？我和他不认识。吃了。凭什么你能这么舒服？等出了任务，我要抢了你的戒指和冥币。只要抢了你，一切都是我的。呵呵，想抢我，找死！在门口等着那个黄毛，解决掉。这位陈先生财力惊人，普通东西肯定入不了他的眼，看来只能拿出那件鬼将级的死亡重铠了，希望能换得大量冥币。2位客人，感谢你们来做客。公爵的招待结束了，现在你们可以离开迷雾博物馆了。陈先生，这个黄头发的人似乎对你不太友好啊。当然，我看出来了，而且他还准备杀死我。公爵大人没发现吗？桌上的餐刀被他偷偷拿走了一把。陈先生，你要是担心，我可以派人解决了他。谢谢公爵的好意，不必了，我的手下已经在门外等着他了。不行，疼死了，
得赶紧去医院洗胃，洗完再回来抢那个小白脸儿。师傅，你这出租车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？诡异！老板说了，让你死得明白点。我的老板就是陈木，你惹了不该惹的人，下辈子注意点吧。公爵大人，谈生意的事先不着急。我这次来，除了刚才的见面礼外，还为你准备了一些小礼物。好久，好久啊！陈先生是真把我当朋友啊。陈先生，实不相瞒，这是我收藏了大半辈子的宝贝——鬼将级道具死亡重铠。这个重铠威力无穷，拥有对抗规则的强大力量。如今我也没什么朋友，陈先生如此厚爱我，我没什么能报答你的。这件死亡重铠就当我送给你的礼物吧。公爵大人，礼尚往来，死亡重铠太贵重，我不能白拿。这1000万冥币就当是我买下他的钱吧。陈木不贪小便宜，绝不让朋友吃亏。这个兄弟值得深交。陈木，你是我的好兄弟，这块令牌送给你，以后你要是遇到困难，捏碎它，我就知道你的位置，立刻赶去帮你。鬼将级的打手，整个城市的大 boss 给我当靠山，试问诡异末世里还有谁敢惹我？这波简直赚麻了。我准备在诡异末世里多买些产业，只是手里的冥币太多了，钱多的不知道怎么花，一次又只能进1个场景，不知道先买哪些最合适啊。我觉得学校是一个值得购买的诡异场景，高级诡异也有子女，也抢着进好学校。你要是买下好学校成了校长，那些高级诡异想让孩子上学，是不是得求你办事？这就欠了你天大的人情。还有医院也是稀缺资源，哪个诡异不受伤？你要是成了诡异医院的院长，谁还敢得罪你？不怕没人帮他治病？到时候你想找他们办事，就是一句话的事。多谢公爵指点，让我彻底明确了方向。2天后，我的高中就会变成暗夜高校，我正好去买下它，顺便再去一趟午夜食堂，把堕落商场的购物卡发给我的员工们，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是神仙老板。老板，那个黄毛解决掉了。老板你放心，交给我的事儿，我肯定办得妥妥的。那个黄毛永远也不会出现了，他已经死在那片树林里了。诡异末世里，人与人的差别就是这么大。去午夜食堂。主人，有鬼来闹事。怎么回事？你就是午夜食堂的老板，区区一个人类，居然敢做诡异的生意！我劝你不要不识好歹，赶快把午夜食堂卖给我，我出100万冥币买你的午夜食堂。我数3个数，你赶紧滚出去，我可以不计较。就凭你一个鬼兵级的人类，也不看看我的实力？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，都当了董事长了，怎么一点都不懂事儿呢？小心！区区鬼长，不自量力。公爵当年为了他和数个鬼将大战数个日夜，现在看来，
死亡重开确实值得如此拼命争夺。你区区一个人类，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我再说一遍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这是鬼将令牌，要是早知道他有令牌，借我100万个胆子也不敢来挑衅啊！陈老板，我滚，我这就滚！我看你地板脏了，我用身子帮你擦擦。一天24小时工作，实在是太残酷了。只要对我忠心，我陈木是不会亏待你们的。把员工们都喊过来，我给大家宣布件事儿。我们午夜食堂现在推出了全新的福利，每人1张购物卡，金额5000冥币，每个月还发1000冥币的购物金，一直工作一直有。福利是什么东西？老板给了工资，为什么还给福利？好处都给我们占尽了，老板还赚什么？真是一群合格的韭菜啊！被压迫习惯了。别的地方没有福利，那是别人的事。在我的食堂，人人有福利，只要好好工作，以后福利越来越好。从今天开始，工作时间修改，每天24小时工作，缩短为20小时，剩下的4个小时，你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，休息、睡觉、购物。老板居然对我们这么好，大好的韭菜啊！等以后推广8小时双休加保险，这群诡异还不把其他不给福利的老板给骂惨了？降维打击，这绝对是降维打击！福利得慢慢提，现在缺人手，先苦一苦他们干20小时，等以后再减到16小时、8小时，他们岂不是得更卖力了？割韭菜简直太爽了！陈老板，你真是我们的活阎王啊！活阎王，活阎王！虽然在诡异文化里这是最高赞美，但这称号听着多少有点地狱啊！上一世诡异末世5年，我连自己能不能活下去都决定不了，随时会被诡异剥夺生命，重活一世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掌握诡异末世中至高无上的权力。在宿舍里睡，还是没有自己家舒服。我是不是要买一栋好房子了？起码得找一个带品质的大别墅住着。城市郊区的山水庭院，末世前富豪的住所，我曾经的梦想。如今那里虽然成了诡异场景，但对现在的我来说，只有诡异怕我的份儿。正好把它买下来当落脚点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暗夜高校的副本应该是明晚开始，到时候全校的所有师生都会收到一张血色小纸条，不得不参与任务。而那个时候正是我的好机会。暗夜高校，我要定了。好好珍惜最后的美好时光吧。今晚暗夜高校副本开启，学校就会变成人间炼狱了。陈同学来了，吃早饭了吗？没吃的话，老师帮你买一点。陈木，听说你把诡异都吓死了。天哪，你真的把午夜食堂买下来了，太牛逼了吧！校长提着礼物来看学生，离谱啊！天哪，这是诡异任务，我太倒霉了吧！我也被选中了，不出意外，整个学校在劫难逃了。神啊，救救我们吧！别找神了，陈木就是神，让陈木救你。诡异末世怎么能逃得掉啊？不是生就是死，任何想要逃避的人反而是死得最快的人。只有直面任务才有可能活下去。这次的致命考试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。5年前我失败了，这次我一定要找到生路，看出规则的破绽。
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监考老师。致命考试现在。我是一名严格的老师，在我的考试中，凡是违背考试监管的人，都将被处死。1. 任何人不得查看他人试卷内容，泄露者死。2. 考试期间不得离开教室。3. 不得伤害监岗老师。这就是全部规则。下面分发试卷。果然，内容没变。班里有人变成了诡异，是谁？是谁？规则1、2、3概括起来，一旦试探诡异没能杀死他，他就会反杀所有人。所以，发现诡异后，必须快准狠地解决掉。结合判断规则4，如果我怀疑一个人，我不能赐4之试探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匕首一击必杀。如果他不是诡异，那他必死无疑。考试的规则在引导参与者进行杀戮，这就是暗藏的杀机。班级人数少于1半自动通过。在死亡威胁下，有人为了活命会选择自相残杀，这才是致命考试最恐怖的一幕。不用试了，他不是诡异，他只是被第4条规则束缚着，不能说话罢了。我不是诡异，我现在能说话了。陈木，谢谢你救了我。看来陈木确实是有能力的。考试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，到现在为止，我暂时也还没找到生路。整个学校1/3的班级已经见了血光，再找不到破局之法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知道了，监考老师就是我们要找的诡异。不，你的答案是错的。为什么？相信我，提交这个答案的人已经可以等待考试失败的死亡命运了。唉。监考老师不是答案。陈木，你怎么知道监考老师不是答案？很简单，规则冲突。规则中说了，监考老师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伤害的。但是后面的规则又说了，想要鉴别是否是诡异，需要用匕首划伤诡异。那么这2条规则就发生了冲突。如果我怀疑监考老师是诡异，我想鉴定他，那么我就得拿刀划伤他。但是监考老师是不能伤害的，所以我就没有办法证明监考老师是否是诡异。唯一证明的方法就是投票交卷。一旦投票交卷，就是在拿生命进行赌博。据我所知，这是不符合诡异任务的规则的。诡异任务的规则虽然有时候难度很大，会有错误规则误导规则，但是各位要记住一点，规则中一定暗藏着生路。所谓生路，就是一定能活下去的必生之路。发现这条生路，我就100%能够确定我能活下去，而不是靠赌博来赌我能不能活下去。一个生路如果没有办法验证，那么它一定是伪生路。真正的生路一定另有所指。陈木真牛啊，居然懂得这么多！要不是陈木，我们这次就死定了。陈木是我们班的大腿，紧紧地抱住大腿吧！我宣布，我是陈木最忠实的支持者，他说的一切都是对的。各位考生请注意，考试还有15分钟结束，还未作答的考生，请尽快作答。陈木，这次的考试是不是根本不可能通过？无论环境越危急，情况越紧迫，其他人越心慌手乱，陈木越是镇定。这就是末世幸存者的压迫感，似乎只要轻轻一戳，破开迷雾，就能发现隐藏着的真相。你藏得真深啊！这次任务的生路果然狡诈无比，正常人几乎想不到你居然藏在了这里。只不过很可惜，你遇到了我，而且是第2次遇到了我。我终于发现了你的秘密。我知道，你就藏在这里。这一刀让你现身！课桌，诡异居然是课桌，这怎么可能？
希望没有吓到你。高三27班陈木成功找到答案，第一个考试通过的班级出现，陈木是唯一一个发现生路的人，恭喜你们，可以回家了。我战胜了前世的自己，终于找到了生路，拯救他们。陈木同学，你居然发现了生路，这让我感觉非常不可思议。我承认我小看你了，即使是我都不可能发现生路。我想请教你，你是如何发现的？又怎么确定是王小咬的课桌？这很简单，诡异末世的规律，生路隐藏在规则之中。我是在一条条规则中推测出这条生路的。只有强者才能从规则中寻找蛛丝马迹，这种人都能在诡异末世中拥有一席之地。在刚拿到试卷的时候，看着密密麻麻不下于10条的规则，我和你们一样，都感到眼花缭乱。放弃无关的干扰，寻找最核心、最本质的目的。最核心的目的，就是找到隐藏的诡异。那么我就开始进行分析，将眼花缭乱的10几条规则分门别类，从中挑选出最关键的几条，告诉我们如何寻找诡异。读懂了这几条规则，我才能找到生路。锁定了这几条关键规则： 1. 诡异很懒惰不动； 2. 诡异偶尔会发出怪叫声； 3. 诡异和人类一样，肢体外表难发现。这3条是原规则，其他干扰辅助证。原规则只有这3条，我称之为原规则。除了原规则外，其他的规则我称之为次规则。不过我很快陷入了困境，我想你们和我一样陷入困境。困境源于第3条原规则，诡异和人类一样，肢体外表难发现。我们自然认为变成了某个同学模样，紧接着大家理所当然开始在同学里面寻找谁是诡异。其实你们都错了，你们都落入了陷阱中。我也落入了陷阱里，不过我很快发现了异常。我是在第1条原规则里发现出的异常，诡异很懒惰不动。这是一个对诡异很不利的规则。如果诡异伪装成了同学，那么在发现他之前，他是不会移动的。一个活生生的同学却不能移动，这不是明显的破绽吗？如此一来，就很容易找到诡异，通过考试。然而现实情况截然相反，没有一个班级通过了考试。这恰恰说明了我们对原规则第3条理解有误。想通了这一点，我的思维就清晰了很多。我开始反复默读规则3，想要从中找到蛛丝马迹。规则3玩了一个文字游戏，诡异和人类一样，都有2条胳膊和腿，从外表上很难发现谁是诡异。2句话用句号隔开，意味2句话没有因果。于是我把2句话分成2个规则理解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诡异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我们现在来理解前一句。在前一句中，提示写着诡异和人类一样都有2条胳膊和腿，这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提示，告诉我们诡异有4肢。4肢不仅是胳膊和腿，对于板凳、桌子来说，它们也有4肢。那么教室里这么多的桌椅板凳，到底哪一个才是诡异呢？这就要看原规则第2条，诡异偶尔会发出怪叫声。这其实是极其关键的一条规则，诡异发出声音。于是我开始留心有没有桌椅板凳发出声音，最终我听到了3次声音都来自王小小的课桌。于是正如你们所见的，我拿起了匕首。在拿起匕首的最后一刻，我还要回答一个关键问题：这是伪生路吗？什么叫伪生路？这种生路无法证明，证明有可能付出生命代价。赌它对不对？那生路就是伪生路，会将我们带入死亡。那么我猜测的生路是不是伪生路？我砍了那张课桌，没有生命危险，规则保护我劈杀前无法伤害，匕首砍死诡异，2条规则保护我验证完全没有危险，所以我这么做了。结果大家也看到了，找到生路，诡异就是那一张课桌。你的强大超乎我的想象，我承认刚才小看你了。老师，我通过了考试，有没有资格见一见你们的校长？你想见校长？你很有勇气。你作为唯一一个找到答案的考生，当然有机会见到校长。不过我很好奇，你为什么想要见到暗夜高校的校长？难不成你因为通过了考试，想要找校长要奖励？要奖励？当然不是，因为我要买下暗夜高校。你说什么？你想买下学校？我就说吧，陈木有钱的程度超出了你们的想象。上次午夜食堂任务里，陈木直接就把食堂买下来了。这个学校至少得10个亿，陈木真有这么多钱？当然，我会跟你开玩笑吗？我的时间很宝贵，带我去见你们校长吧。这是送给我的？当然，
赶快带我去见校长吧。陈同学，您别急，我这就带您去见校长。天啊！我怀疑监考老师换了个人。这就是超能力吗？陈木到底多有钱啊？陈同学，校长的脾气可能不那么好，所以等会儿你进去了，有什么话赶紧说，千万不要惹怒了校长。脾气不好？我这人仅有的3个优点就是有钱，有钱，还是有钱。进来。校长，这是我们班的陈同学，他想要来见您。你怎么回事？居然敢把人类带进来！校长先生，远道而来，小小礼物，不成敬意。这个人类一见面，竟然送上了好烟好酒，伸手不打笑脸人，总不能轰出去吧？一块30多万的手表，现在的人类都这么有钱吗？不对，是眼前的陈木很有钱。哎，这么客气干什么？我最喜欢勤学好问的学生了，有什么问题直接来问就好了嘛，还带什么礼物呢？这多破费啊！校长先生客气了，我这不是有事想要麻烦您吗？有什么麻烦你尽管说，在整个暗夜高校里，还没有我摆不平的事。是不是哪个老师得罪你了？你别急，我这就找他麻烦。不是，校长先生您别急，我这还有一箱好酒送给您。鬼将的令牌，他背后有鬼将当靠山，这个人类惹不起。我是个年轻人，毛手毛脚的，把东西都掉地上了，校长先生别介意啊。陈同学，你说你的要求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都会给你做到。校长先生，我只有个小要求而已，我出100个亿，我想买下暗夜高校。陈同学，我们学校大概只值70多亿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出100亿买下来，你们没有理由拒绝。这么多冥币，我这人浑身缺点，唯一不缺的就是钱。陈同学，你的财力超出了我的想象。我承认你的钱足够买下暗夜高学，但是我不能卖给你，因为这不是钱的问题。实话告诉你，只要你买下了暗夜高学，你就触犯了规则，触犯了规则，你会死的。规则？什么规则？其实学校并不是我的，我只是代替校董们管理。校董们规定原价70亿的学校，人类购买时只需1亿。校董们还规定了，一旦有人类签订合同时，他就会被规则抹除。歹毒啊！1亿的诱饵，签了合同违反规则就会被强制抹除，1亿也成了无主之物。原来前世那个富豪就是这样被抹除。陷阱，诡异末世第一定律，任何人都无法违抗规则。校长先生，1个亿，我想买下暗夜高校。你说什么？你脑子坏掉了？要钱不要命了？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也不是这么个玩法。你可想好了，1个亿便宜，就怕你有命买没命花呀。规则规定，人类签订合同时会被抹除。你为什么你还没死？不知2位有没有听说过，有一件鬼将级道具，名叫死亡重铠。死亡重铠，这可是传说中的能够逆天改命的强悍道具啊！世界之大，只有1件而已。鄙人不才，刚好有一件死亡重铠。你居然有死亡重铠！怪不得你敢签下合同！整个诡异末世里，唯一能对抗规则的人，这还叫鄙人不才？那其他人岂不是废物了？为什么用谦虚的语气说出这么装王的话呀？可恶，又让他装到了。可是我记得死亡重铠在公爵手里，当年公爵为了死亡重铠，和10几位鬼将杀了个昏天恶地。你是怎么得到的？哈哈，鄙人不才。和公爵有点小交情罢了。这波赢麻了，暗夜高校午夜食堂最强手下半部鬼将，还有了一堆鬼长鬼兵级别的老师，仅仅花了1个多亿。陈董，您请上座。我对管理学校不怎么在行，管理学校的事情就交给你了。陈董人真好，居然这么相信自己，这份信任不能辜负啊！
这是怎么回事？新校董怎么成了人类？我好像见过这个人，他就是唯一答出考试的人。他参加过考试，肯定被吓得不轻，肯定想着报复我们。我们要完蛋了！从今天开始，暗夜高校就是我的产业了。我来暗夜高校只做3件事：加钱、加钱，还是加钱。所有员工的工资一律翻倍，所有员工每天享受4小时的假期，员工的工作餐由午夜食堂承包，免费就餐。我的要求只有一个，你们要努力工作，在1个月之内将暗夜高校变成最顶尖的学校。2000变4000，还有假期，还有免费午夜食堂吃。陈董，您真是活阎王啊！去山水庭院。老板，我感觉您的气息要比之前强了很多。肯定是暗夜高校的作用，每买下一个诡异场景，实力都会提升一大波。真是个居住的好地方，无论是地铁还是6车道，夫人无论何时都能享受到最顶级的资源。老板，我的车开不进去山水庭院。会场经营实力的一拳居然无效，这绝对不是一般的力量，这是规则之力。整个山水庭院被规则保护着，外人除非看破规则，否则鬼王也进不去。绝对安全的新家，动动脑子找出规则和生路就行了。真是活见鬼了！大半夜荒郊野岭，怎么会有人？难道不应该有鬼才对吗？先生，您买房吗？为什么他在这儿？为什么问买房？为什么卡片的传动屏障？我明白了，这是拉人头时的扩散瞬移场景，唯一生物就是接过卡片。当然，我很想买房，我来这里就是来。真有趣，事情开始变得有意思起来了。小兄弟啊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哎，我是在想，这别墅变得这么破旧，我买下来之后得花多少冥币才能修复好啊？这地方倒是不错，就是太旧了。不过翻修一下，应该在盘算能卖个好价钱。这个年轻人太狂了吧！现在年轻人都这么抽象的吗？小兄弟，你知道把这些别墅买下来得多少钱吗？得这个数，5000万冥币呀！你有这么多钱吗？才5000万，挺便宜的，我买了。这年轻人脑子有病吧？这可是5000万冥币，他对冥币没有概念吧？我堂堂大 boss， 身价才200多万，他能掏出5000万？开什么玩笑！他竟然真的有冥币，而且还有这么多！5000万啊，5000万啊！随随便便一拍手就拿出来了，这得是什么家底啊？好了，别废话了，签合同吧。5000万，整个山水庭院卖给我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签合同。他实力不如我，在我的地盘，规则由我定。5000万卖给他有点亏了，不行，我得再提价。我要让这只待宰的羔羊大出血，狠狠赚他一笔。小兄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没有跟你说山水庭院的规则呢。进入山水庭院，想要活着离开，这离开你必须完成下面2个规则。狮子披上羊皮，并不意味着变成了羊，你非要玩成人情世故，陈老板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好啊，正好我有几个朋友，这不要搬新家了吗？我想请他们来做客。还真是个软柿子，这么快就服软，准备坑朋友给我拉人头了。写上邀请语送给朋友，只要来了2个人，你就能离开。当然，你还得花1个亿买别墅。2张太少了吧？我的朋友很多，起码需要4张卡片。这小子知道这是在用朋友的命换自己的命吗？
竟然嫌少要4张！好家伙，这是把朋友往火坑里推呀！原来所说的友人就是个普通出租车啊！看来他确实没势力，只是个有钱的独狼罢了。陈先生，你的那些朋友都是些什么人？我的那些朋友啊，都是些普通人罢了，可能有点小钱，有点小地位吧，算不上富贵。现在闲着没事，要不你先把1亿冥币给付了？我知道你很急，但是你先别急。这就是卖给你的别墅，1亿冥币，1分钱都不能少。等签合同再付也不迟，当然前提是，如果到时候你还想收我钱的话。洛洛商场经理，陈先生，您是我们唯一的至尊黑金客户，我代表洛洛商场祝贺您乔迁之喜。你管这叫1点地位的普通人？这他妈的是城市顶级势力的代言人啊！陈木这小子背景通天啊！午夜酒店经理厉笑笑前来祝贺主人乔迁。午夜酒店的背后老板居然是他！完了，出事了！别叫了，又来什么大人物啊？我心脏受不了了。暗夜高校校长前来祝贺校董、陈董乔迁之喜。陈木兄弟，我收到了你的邀请，特地来看看你的新家，祝你乔迁。玩扮猪吃虎是吧？你喊了3个顶级势力代言人，加1个最强鬼将，我现在就算你把钱塞给我，我也得跪下磕头求你收回去啊！陈木小友，带我们参观参观你的新房子。你们不就在新房子里吗？刚才人家说要用1亿冥币的价格把这栋别墅卖给我。1个亿？听说你打算把这栋破玩意儿用1个亿卖给我的朋友？没有这回事，绝对没有这回事！我那是跟陈老板开玩笑呢。只要陈老板一句话，别说这栋破别墅了，整个山水庭院我都要免费送给陈老板。但凡我收1块钱，都是对陈老板的不尊敬。这可不行，我不缺钱，怎么能白拿你的东西呢？陈老板千万不要推辞，你要是不签合同，我就不起来。我还是喜欢你刚才桀骜不驯的样子。我就说老板人很大方吧，要主动把别墅送给我，我不收他还不乐意。行吧，你走吧，路上小心点啊。陈木小友，这个诡异吃了个大亏，心里肯定充满怨气。要不要我帮你出手，免除后患？不必劳烦公爵出手了。你猜我为什么要提醒他，路上注意安全？每个人都会犯错，从错误中吸取经验，下辈子注意点就好了。终于捡了一条命回来，我那么多套大别墅啊，就这么白白送人了。不行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那个公爵能护他一时，护不了一世。我早晚要找陈木报复回来。先生，打车吗？不打！我现在很生气，不想死的话就滚远点儿。你看上去很生气的样子，是不是对刚才的事感觉咽不下这口气？刚才的事儿？你一个司机怎么会知道我的事儿？我的老板说了，如果你觉得咽不下这口气，那么就让我帮你直接验命吧。你的老板？那个送卡片的出租车，陈木的一个司机都比我强。虽然比不上收购大势力的幅度，
但短短3天达到这个境界，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。我当年花了3年才从鬼迷杀到鬼长，如今陈木只用了3天，几百倍的升级速度啊！还是有钱人好呀，这速度简直逆天。公爵先生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这栋别墅就送给你当度假别墅吧。别，陈木小友太客气了，我就是顺手帮个忙，完全没必要送这么贵重的东西。公爵先生，咱俩的交情就别推脱了。陈木小友如此大方，我实在很愧疚啊。若是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，尽管吩咐一声便是。利用别人的最高境界是把别人卖了，他还要谢我，送35套，只卖10套。等这群大佬把地段炒成黄澄根，剩下那10套，1套10个亿都有人抢着要，狠狠割那些新晋豪强的韭菜。今晚的事儿也谢谢你俩了。山水庭院里还有很多别墅，我给你俩留着呢。只要你俩努力工作，我也会给你俩免费送别墅。厉小小，如果你能在1个月里让整个城市的餐饮都成为午夜酒店的市场，那么我会送你1套大别墅。校长先生，如果你能在1个月里让城市里的所有诡异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我们学校，那么我也会送你1套别墅。经理先生，你看我这几10套别墅，很多都是没装修的毛坯房，装修材料、家具什么的，我打算在你们堕落商场采购，你可得给我个优惠价格啊！陈先生，您放1万个心，如果不能让您满意，我提着头来见您。反正都要找人装修，交给自己人还能拿内部底价，省了监工，还能让有鬼将撑腰的商场极度上心，还能送个顺手人情。有什么困难尽管开口说。陈先生，洛洛商场大多是售货员，没有能干装修的，给您装别墅，我肯定不放心去请那些外来人员，所以我有些为难，不知道去哪里寻找人手。酒店和学校都是自己人，你们那边有没有多余的人手？主人您放心，只要您一句话，我就带着全部员工过来。暗夜高校我能立刻停课，把老师都喊来，一切以陈导为主。我的迷雾博物馆里也有些员工，陈木小友若是不嫌弃，我把他们都喊过来帮忙。谢谢公爵大人，您的人手也不足，就不用影响博物馆运转了。老板，我们的员工每天有4小时休假，要不让我们下班直接过来，在山水庭院工作后再接着回去上班，这样酒店和装修都不耽搁。说得好，就按照你说的来办，让员工休假时间来干装修。不过也不能白干，每个来干活的员工都算作加班，所有加班的员工能领到3倍的工资作为加班费。以后的任何时候，只要在我的员工为我加班，我都支付3倍工资。加班给3倍工资。老板，我一定会好好工作的。老板，我一定会好好工作的。兄弟们，陈老板说了，山水庭段需要人手装修，大家吃完饭后不要休息了，跟我去给陈老板加班。好，陈老板的话我们肯定没意见。天天领这么高的福利，我都愧疚啊！终于能多上班了，我都迫不及待了。陈老板说了，加班的员工全部付加班费，是工资的3倍。你看，像陈老板这么善良的人，活该他赚大钱，住大房子，活该他赚大钱，住大房子。没人打卡干活，房子怎么越装修越快？活见鬼了！问了厉小小才知道，他们都没领加班费，绝对不能开这个坏头。我的命令必须忠实执行。从现在开始，每一个加班的员工必须要考勤打卡，一定不能缺卡漏卡。陈老板这么困难，我还吸陈老板的血，我还是鬼吗？我对不起良心啊！既然必须拿加班费，那我们就多干一点儿，早到迟退，只在规定时间打卡，相当于给老板省钱了。这群诡异什么脑回路？怕自己累出毛病，我还得多出医药费，这特么是恶意加班！给我严抓考勤管理！
坚决拒绝早到迟退，不能多干1分钟。还有你，按时下班。某一瞬间，我忽然感觉这个诡异末世好像被我玩的有点不对劲了起来。没割过这么优质的韭菜，简直是老板生涯的一件遗憾。陈老板这批韭菜居然会自己生长，自己高歌。能一次成功的，绝不做第2次，绝不给陈老板增加预算。多花了50多万加班费，省了200多万，一来二去等于多赚了100多万，爽！这50万拿去给兄弟们发奖金。我们都这样了，老板居然还发奖金，这是什么阎王好老板啊！士为知己者死，这条命以后就是陈老板的了。是时候去一趟京剧医院了，把它买下来，再提升一下我的实力。去京剧医院。好，就停在这里吧。你在外面等我，说不定我会需要你的帮助。也不知道京剧医院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！这地方真阴森。我操，这背景有点阴森啊！你就是新来的值班医生吧？哦，是的。请跟我来吧，主任医生在里面等你了。哎呀，终于有新人来了！我一大把年纪了，动手能力大不如前，有个新人来就能接替我做手术了。年轻的医生第一次来手术室吧？这本手册上写着要求，好好的跟着做，我会在旁边指导你的，相信你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医生。还好我没有一上来就掏礼物，要不然估计已经要死了。妈的，那么这些规则中，杀机藏在哪里？生路又藏在哪里呢？只要按照主任说的做，就能治好病人。一旦病人给差评，就算失败1次，我最多只能失败2次。逻辑推理只能到这一步，接下来就是等待了。屁股快坐疼了。夜晚病人比较少，多等等。医生，我的手臂断了，快帮我把伤口缝合好。陈默，快把病人扶到手术台上，准备给病人动手术。我身上还有死亡重铠保护，普通的诡异根本无法伤害到我。你干得很好，下一步把消毒水拿过来，给病人的伤口消毒。是这个瓶子吗？是的，赶快给病人清洗伤口吧。不要直接倒上去，用棉签蘸着进行消毒。棉签的力道要轻一点，不要太重。消毒1遍不够，最少要3遍。陈木医生，你干得很好，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年轻医生了，很好。接下来你需要把伤口缝合起来。血管很粗大，即使没受过专业训练也不困难。手术结束了，整个过程下来没有任何异常，一切都很顺利。但我嗅到了一丝不对劲的感觉。这位年轻的医生，你的医术很高明，真是妙手回春啊！如果满意的话，记得给个好评哦。果不其然，出意外了。哪里出了问题？多了一面。就在病人离开后不久，多了一面。在诡异语境下，妙手回春是骂人，医术低下才是祝福。43场手术，只有2次成功。主任医生的医术一点也不高明，完全是个庸医。第一次出现了错误规则。主任医生，请告诉我，在你过去的43场手术里，你成功了多少次？你是一位技术精湛的医生吗？你都猜到了。呵呵，可能以后很长时间里，我都是唯一一个问出这个问题的。既然你不精湛也会骗人，那你的指导就绝对不能听了。既然无法解决评价问题，不如直接解决给评价的病人。死人是不会给差评的。规则没说不能自己带病人，为什么要干等？帮我找几个病人过来。记住，病人必须得受伤，而且必须要给我5星好评。撞人了！哎呀！把他腿打折，扛到车上。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去1楼找陈大夫，
如果陈大夫对你有任何不满，那就不是断条腿这么简单的事了。陈大夫，陈大夫在哪儿？我是来找陈大夫治病的。陈大夫的医术真是高明啊！短短几分钟的功夫，我的腿就好了，一点儿也不疼了。陈大夫，您真是我见过最好的医生，没人比您更懂医术啊！陈大夫，您看，我刚进来的时候是爬着进来的，您稍微动了动手术，您看我就能走路了，我是走着出去的。这场手术也太抽象了吧！我的司机多少有点狠啊，把诡异都整出心理阴影来了。找到了任务的生路，不过这个生路很特别，只对我有用。别的医生治病靠医术，我治病靠一个字：钱。只要钱够多，没有治不好的病。陈医生，你看你的第2个病人就对你很满意。陈大夫，陈大夫在哪里？我们要找陈大夫治病。怎么是他？真是冤家路窄呀！上一世就是这只诡异让我断了一根手指，十指连心的痛，我记一辈子。这种仇岂能不报？我宁愿只要60分及格，也要把你斩草除根。这只是个开始。不好意思，我医术不精，把他不小心致死了。你把他的尸体扛走吧。陈大夫，您看他还活着呀！您看他一直在抽搐，您完全是肉白骨活死人的神医啊！好兄弟，你还没给陈大夫手术评价呢，在给陈大夫5星好评之前，你千万不能死啊！赶快给他5星好评啊！这一幕把我都看懵了。第1个病人才给了40分，简直是一大败笔啊！拿不到满分有些遗憾。陈大夫，不知道您是做什么的呀？那些病人好像很怕、很尊敬您啊。陈大夫，我错了，我刚才真是瞎了眼了啊！您这么优秀的大夫，大发善心，我非但不感恩，还给您打了40分，我有罪啊！求求您原谅我吧，我这就给您改成满分。呵呵，得罪了我还想走？午夜食堂，暗夜高校，山水庭院，你管这叫小生意？有点小钱！这种级别的富少，居然来体验民生疾苦，我刚才居然敢坑他，麻烦大了，我也想抢救一下。陈大夫，您手术这么劳累，就在旁边休息一会儿吧。哎呦，这刀法不轻不重，陈大夫真是当世神医，刀法出神入化。哎呦，陈大夫的手艺真是令鬼叹为观止啊！这主任医生帮我做的，还真算我做的，全自动诡异任务。估计规则制定者也想不到有这么逆天的玩家存在吧？满分，绝对的满分。以后等我收购了医院，不可能下一个500分出现，我就是唯一一个拿到满分成就的顶尖玩家。一个人类成为了诡异世界里的神医，还是第1名，这太抽象了吧？鬼掌级道具，仅仅比死亡重币低了1级而已。做一次诡异任务，得到一个鬼掌级道具，很划算啊。不过其他人要想拿到500分满分，可能有一点点的小困难。鬼掌级道具，置换迷雾，只是鬼将级实力以下。这个道具好啊，能间接控制诡异的思想了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只有1次使用机会。等一下，好像没有规则规定一个人只能参加1次诡异任务啊。如果我多刷几次，岂不是能拿很多个置换喷雾了？果然，自己又收到了这个诡异任务。无限量的置换喷雾，我来了！陈大夫，您这是？别这么惊讶，我就是闲着没事来找乐子的。来，都是老熟人了，流程走起来。这富家少爷是把诡异任务当游乐场玩了。陈大夫在哪儿？我要找陈大夫看病啊！别他妈插队，我排在你前面。陈大夫乃当世神医，见神医排个队，难道不是很正常的？主任医生，手术的速度可以适当放快一点，意思意思就行了。反正就你那技术，治了也和没治差不了多少。我操，居然还真能反复刷，这简直是完美的 bug！ 好家伙，
您这是把诡异任务当成网游副本在刷呀？搁这儿爆金币是吧？怎么回事？羊毛薅不到了？别啊，我可是花了半个小时呢。诡异末世还是有点弱啊。算了算了，1个月3次薅羊毛也应该知足了。今晚怎么回事？有3个倒霉的人类来做任务了？哪有3个人？全是一个名叫陈木的人，连续3次拿了500分，神医榜连续3次登顶。等一下，我操！这小子还连续薅了3个稀有道具，他良心难道不会痛吗？不对，陈木这个名字好像有点耳熟啊！最近整个城市里风头正盛的陈木，收购了一大批产业的城市霸主。这小伙子是个有钱人啊！医院每天亏损上百万冥币，是个亏钱的无底洞。这种有钱少爷最喜欢脸面，只要我吹捧好了，哄高兴了，他头脑一热，说不定就直接把这破医院买下来接盘了，早卖早脱身。哎呀呀，这不是陈木陈大夫吗？久仰大名，久仰大名！听闻您连续登顶神医榜，这是我给您准备的小礼物，还请您不要拒绝啊！情况不对劲吧？刚薅完羊毛，院长就主动送礼，这个院长估计要给我挖坑。久仰陈先生大名，在城市里收购诸多资产，真是英雄出少年。院长先生，你这太客气了，刚见面就送礼物，多不好意思啊！久闻院长大名，将医院经营的有声有色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陈大夫医术如此精湛，不进入医学领域发展，简直是诡异界的一大遗憾啊！任何诡异若是知道，都会感到意难平。我手里正好有京剧医院，如果陈大夫想进入医学方面发展，我可以助陈大夫一臂之力。原来是想让我当冤种接盘，买家越是急着买，就越容易被宰。我虽然知道1年后这医院每天能赚上亿，但我家底也不厚，钱也不多，都是小本经营，必须尽量压低价格，用最便宜的钱把医院收购下来，能省一点是一点。真的吗？院长先生这么大方，居然愿意把京剧医院卖给我，那可太好了。京剧医院独一无二，每年给你赚个几百亿，轻轻松松。这样吧，太好骗了，就当交个朋友，20亿，随随便便上钩，京剧医院就是你的了。陈先生，那你说一个数吧。这小子杀价这么狠，算了，少亏就是赚。哎，那好吧，那就1个亿成交吧。我超，我只是腰斩，他直接斩到脚踝啊！9000万、8000万、7000万，哎，7000万还是有点贵了。不过院长你人这么好，我就勉为其难的买下吧。等你买下来，就知道每天亏上百万的代价了。破产可是要被规则处死的。连鬼将都没有的空间戒指，他到底有什么背景？签完合同，我必须立刻远走高飞。这个冤种终于签字了。午夜酒店，幽冥出租车，暗夜高校，山水庭院，京剧医院，我仿佛真正的成为了这些诡异场景的控制者。难道说我能在这上面写字？在诡异末世里，只有2个阶层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。人类以往都是卑微如蝼蚁的被统治者，而现在我能给10个人布置诡异任务。从这一刻开始，我摇身一变，变成了半个统治者。我得试试这个纸条是不是真的可以布置诡异任务。对了，之前有个江火一直黑我，带头在网络上疯狂道德绑架我，骂我自私冷漠为富不仁。你不是放话想亲自来午夜酒店吃顿饭？行啊，今天就成全你。如果有一天我能对诡异分发纸条，如果我能收购所有的场景，这岂不意味着我将成为至高无上的主宰？诡异末世从何而来？规则为什么无法违背？我这个独一无二的存在，有能力寻找最终的秘密。自己消失了，很显然，直接写10分钟相当于判死刑，因为10分钟根本不可能到得了午夜食堂，这是诡异任务不允许的。从某种程度上来看，这是对参与者的保护性隐规则。诡异任务保护参与者在合理的时间抵达，如果超出合理区间，保护失效。这种不告诉人类的隐规则，掌握的越多，活下去的可能性就越大。任务分发。采一捧一，戏剧效果拉满，肯定又是一篇几10万阅读的大爆款。居然是午夜食堂，
刚在网上兑现就收到任务，陈木不可能有能力指定我参加，这肯定是我运气太背，是我运势巧合。先生你好，我是这里的经理厉小小，跟我来，午餐会在里面的房间。早知道不说陈木，非要发文章挑衅，速战速决，赶在陈木发现前离开。希望这顿饭能堵住你的嘴。吃完这顿，这辈子再也不吃夜宵了。经理，我已经吃完了，快让我离开。你吃饭的速度还挺快的，早知道你这么能吃，我就应该多给你准备一点。你应该没吃饱吧？招待不周，真是抱歉呢。够吃了，够吃了，多谢款待。慢着，你先别走。你的任务完成的出色，所以我给你个机会，只要你给我100冥币，我就放了他。你觉得如何？让我花钱救一个不认识的小女孩，也叫机会？对不起，我很想帮她，可惜我口袋里没有冥币。等等，你不能走，你的任务失败了。碗里的东西我吃得干干净净，你们是不是玩不起？它也是食物。你胡说，规则说人类不是食物。你怎么知道它是人类呢？这根本不是生物，我不可能把它吃下去。你的规则无效。我知道你很急，但是你先别急。规则第4条言外之意，食物主动离开不算吃不完，花100冥币让他离开，这就是生路。你曾说有1个亿就会毫不犹豫帮助别人，为什么让你花100你却不乐意？因为你真的有100。我凭什么花自己的钱去救素不相识的人？如果你自己都做不到，为什么你要道德绑架别人？这4条规则就是陈老板给你设计的。陈老板让我带句话，不主动伤害无辜已是最大的仁慈。你为了私利道德绑架，陈先生觉得你很恶心，这辈子不想再看见你。现在的医院致死率高达90%，如果我能把致死率压到10%以下，京剧医院将成为日赚几十亿的超级印钞机，全世界最顶级的诡异都会蜂拥而来，这里将是诡异末世的绝对权力中心。全都是一群至死鬼不偿命的好大夫啊！我记得他前世专门为我治病的一代名医，现在居然还是个籍籍无名的新人，这个天才我要定了。请他进来。这就是3个小时连续登顶神医榜，100%胜率的传奇名医。京剧医院的水平太次了，我看好你，把医院交给你打理。我这个人什么都缺，最不缺的就是钱。只要你能把这里变成最好，我甚至愿意砸下1000亿冥币。而且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给你发放工资。不发工资？这是想要开除？规则第4条言外之意，食物主动离开不算吃不完，花100冥币让他离开，这就是生路。你曾说有1个亿就会毫不犹豫帮助别人，为什么让你花100你却不乐意？因为你真的有100。我凭什么花自己的钱去救素不相识的人？如果你自己都做不到，为什么你要道德绑架别人？这4条规则就是陈老板给你设计的。陈老板让我带句话，不主动伤害无辜已是最大的仁慈。你为了私利道德绑架，陈先生觉得你很恶心，这辈子不想再看见你。现在的医院致死率高达90%，如果我能把致死率压到10%以下，京剧医院将成为日赚几十亿的超级印钞机，全世界最顶级的诡异都会蜂拥而来，这里将是诡异末世的绝对权力中心。全都是一群至死鬼不偿命的好大夫啊！我记得他前世专门为我治病的一代名医，现在居然还是个籍籍无名的新人，这个天才我要定了。请他进来。这就是3个小时连续登顶神医榜，100%胜率的传奇名医。京剧医院的水平太次了，我看好你，把医院交给你打理。我这个人什么都缺，最不缺的就是钱。只要你能把这里变成最好，我甚至愿意砸下1000亿冥币。而且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给你发放工资。不发工资？这是想要开除？10冥币免费治病，绝对是陷阱。一个人类怎么可能给我们发福利？万一是真的呢？捞陈老板羊毛的机会啊！就当10冥币打水漂了。京剧医保居然是真的，这群医生服务态度太好了，兄弟，我真的不敢相信，京剧医保居然是真的。陈老板真是活阎王啊！快去买医保，捞他的羊毛！警告，有诡异发现了医保的巨大漏洞。自以为发现了极其宽松的审核漏洞，花10冥币就想来薅我的羊毛，却不曾想，那个漏洞是我故意留的，就是为了骗你们来给我的医生积攒经验。进来。陈老板您好，我是亡灵地铁的老板。亡灵地铁，
我前世去那儿做任务，真是一把辛酸泪。这是交通要塞，我正想买呢，他居然主动登门拜访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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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坐。前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陈老板，一点小心意，不成敬意。这个诡异一上来就给我送礼物，听说陈老板喜欢手表，希望陈老板不要嫌弃。以前都是我给诡异送物，今天居然颠倒过来了，这就是地位提升的原因，让你破费了。你的礼物我很喜欢，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我有个朋友，他想请你帮个忙。是这样的，望江市的诡异数量不多，地铁每一天都在亏钱。听说陈老板喜欢收购濒临破产的场景，所以我想要邀请您去亡灵地铁视察一遍。如果陈老板感兴趣，我想把亡灵地铁卖给您。好家伙，居然有幕后 boss 直接上门求我收购了。可以，我跟你去实地看看情况。陈老板，您什么时候有时间？我这边随时有空，随时欢迎陈老板来视察。那就今天吧。陈老板，您的时间比黄金还宝贵，如果您允许的话，我想直接在此处使用空间折叠功力，带您穿越过去。可以。居然能让诡异前前后后殷勤伺候，这已经不是普通的有钱了。制定规则的大 boss 就在我旁边求我办事，但凡整个诡异任务让我有一点不爽，那都是这个大 boss 不懂事了。欢迎各位新来的乘务员，我是你们的领班。作为一名合格的乘务员，你们需要服务好每一位乘客，并处理各种突发情况。乘务员守则。这天不就说的是陈木吗？开后门好歹遮掩一下啊！陈老板您看，这是我们的入站口，都是刚翻新不久的。如果陈老板您不满意，在卖给您之前，我可以按照您的要求重新进行翻新。喂，乘务员，你们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地铁还没有出发？不好意思，是我来的慢了点，让你久等了。我在哪儿？我是谁？我吼了陈木！啊！陈老板，您听我解释，这都是误会啊！我现在的任务已经是闭着眼睛就能通关的水平了，就算我路都不想走，自然有诡异把我抬到终点。喂，那个戴帽子的乘务员，我需要一条毯子，3分钟之内必须把毯子送到我手里。那个高个子的乘务员，我的行李不知道丢在哪一节车厢了，10分钟内必须给我找到。陈老板，麻烦您帮我把座位调节一下。好，我这就去做。敢让陈老板做事，下辈子注意点。你太冲动了，人家毕竟是乘客，我是乘务员，服务乘客是应该的嘛。你这么粗暴把人家扔下去，让其他诡异朋友怎么看我啊？下次不准这样了。对，陈老板教训的是，都怪我太鲁莽了。陈老板您好，我是诡异便利店的店主，您就叫我小张吧。这是我的名片，还有店里的一些特产。如果您觉得满意的话，随时来我的店，我会给您最优惠的价格，全场商品5折起步。我是在执行诡异任务啊，不说的话，我还以为在参加欢迎宴会呢。陈老板，您感觉亡灵地铁怎么样？还算让您满意吗？你表现得很不错啊，这次的行程我很满意。那陈老板您看，您愿不愿意把亡灵地铁买下来呢？价格上面都好说，只要您愿意买，我这边可以给您打5折。如果陈老板您还不满意，价格我们都可以商量。一上来就拦腰砍。行了，就这个价吧，5000万冥币，我把地铁买下来了。行，陈老板，我们现在就签合同。你听说了吗？陈老板好像特别大方，对员工的待遇特别好啊。陈老板给的工资是其他老板的3倍以上。那个最近正火的京剧医院，我听说幕后的老板也是陈老板，岂不是我们以后脱离苦海了？我好想赶快给陈老板打工啊！想给陈老板打工的诡异多着去了。这是我们运气好，正好碰到陈老板收购地铁。只要陈老板不开除我，我肯定给陈老板好好干。你有人选，帮我管理整个地铁的。之前就是他全权负责地铁运营的。好，那就让你管理亡灵地铁吧。
从现在开始，你就继续当地铁站的站长。陈老板，您放心，我肯定全力以赴，不会辜负您的期望。从今天起，亡灵地铁正式并入陈氏集团，所有的员工享受集团内工资待遇，所有员工的工资翻倍，每天享受4小时的超长假期，还有年度奖金、绩效奖金等各种福利。除此之外，为员工量身定制京许医院的医保，所有集团的员工都能享受到医。天哪，我没听错吧？陈老板居然真的这么大方！我没想到有朝一日我居然也能给陈老板打工。快，我已经迫不及待好好工作了。他怎么会给我打电话？司机，喂，老板，刚才山水庭院的保安联系我说，山水庭院的大门口突然出现了很多诡异，那些诡异实力都很强，大部分是鬼长级别，他们现在正堵在山水庭院门口，想要见您。好，你在亡灵地铁出口等我，我马上过来。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诡异找上门？场景坑死了一批诡异，家里人来寻仇？不对，鬼长级别的 BOSS 很惜命，不会买医保，产业飞速发展，断了他们财路。也不对，同行业的早被卷死了，其他行业我根本影响不到。陈老板来了，大家快冲啊！陈老板，别走啊！看看我的诡异场景吧！我的诡异场景快要倒闭了，我可以低价出售，陈老板救救我啊！我的打3折出售，只要求当面交清冥币。这是爆发了经济危机，冥币稀少，场景一旦倒闭，老板就会被规则处死。为了活下去，他们只能疯狂低价甩卖。现在只有我手里有海量的冥币，等经济危机一过，这些产业都是日进斗金的印钞机，发大财的机会，彻底控制望海市的机会来了。别着急，一个个排好队。我这人心地善良，最见不得别人缺钱了，只要产业好，价格合适，我都会收下来的。我要开始大批收购了，大家不用抢了，我收购的价格最高打3折，也就是说，那些4折、5折的可以拿着合同离开了，我不收购了。想让我收购的，价格最高3折，当然打2折、1折的，我也来者不拒。陆砍价还是陈老板狠啊，直接粉碎性骨折。规则大于暴力，为了防止大诡异暴力吞并小场景，必须亲自去完成任务才能收购。各位老板，我突然想起来了。这么多的诡异场景，我恐怕来不及去啊！完成一个诡异任务都是很消耗时间和脑力的。你们100多个诡异场景，我半年都不一定做得完啊！陈老板，您放心，诡异任务的事绝对不用您操心。只要您来诡异场景，我们跟您保证几分钟就让您快速通关，而且整个过程不要您动一点脑子，您就来个人走个过场就行了。那好，1天的时间，我要过完100个诡异场景。我事先说明一下啊。我只购买今天通关的诡异场景，如果你的诡异场景我没有在今天通关，或者来不及通关，那么不好意思，即使价格再低，我也是不会收购的。这么难的规则居然都能识破，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！如果陈老板是我爸爸就好了。结束了。是的，陈老板，望江市的诡异场景您都全部通关了。那好，把合同拿过来吧，我来签字。短短1天之内，我一共收购了188个诡异场景。这么多股力量汇聚起来，开始助力我的突破，从鬼长中期跨越到鬼长巅峰。升级需要的力量越多，代表升级后的好处越多。如此庞大的能量需求，证明了鬼长巅峰将会带来不一样的神奇技能。188个诡异场景，正好提供了足够的力量。心脏停跳了，我正在变成死人，不是在变成诡异。触发隐藏奖励，获得新技能诡异化，竟然直接切换阵营。血色小纸条派发对象为人类，这意味着无法派发给诡异。在我诡异化的时间内，血色小纸条无法分配给我，意思就是我用完技能之后，身上的诡异任务将自动解除，我可以随时离开诡异场景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这是我得到的第一个诡异技能，不仅是重生后的第一个，还是上一世的第一个，比明朝道具更为稀缺。诡异技能无法从别人那里抢夺，即使杀死对方也不会掉落。想要得到诡异技能，得靠自己的真才实学，真正要靠自己获得的。司机，带我回山水庭院吧。是。陈老板慢走。不对劲，加速离开！任务完成了，陈木区死了，咱俩下半辈子衣食无忧。不管你是谁，既然想寻死，我成全你。陈木一死，咱们后半辈子衣食无忧啊！听说你们想杀我，
我现在就站在这里，就站在你们面前，来呀！不是想杀我吗？哈哈哈哈哈！说吧，是谁让你们来的？如果没有人指使，你们不可能有胆量刺杀我。你们的幕后主使者是谁？是隔壁尹都的元帅，是他让我们找机会刺杀您的。尹都，那座彻底隐于黑暗的城市，我和尹都元帅没有半毛钱关系。他为什么想要杀我？利益。我掌控了整个望江市，他把我当成了一块大肥肉。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！这是一个重大的威胁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那个尹都元帅，即使对方是鬼王，我也要逆天而行，挥刀弑神。我的人生只有前路，没有归途。如果我能夺下尹都，比望江市还要大的尹都，这里面有没有逆天道具，甚至鬼王级别的道具都是未知数。这诱惑值得我弑神。尹都的元帅想要杀我是吧？那些在诡异末世里高高在上的神，我要一个个砍下他们的头颅。陈院长，这里是京剧医院，我是治不死。是这样的，来了个有点厉害的病人，要不您抽空来一趟，我有些不太敢治疗。有点厉害？多厉害？大概是鬼将巅峰的水平。我操，鬼将巅峰，这叫有点厉害？到底是什么情况？陈院长，是这样的，这个巅峰鬼将被送过来的时候已经是重伤状态，给巅峰鬼将治疗代价太大，我们没法做主。受的什么伤？看着像是被规则之力所伤，他似乎是违反了某项规则，因此被处以重伤。被规则之力所伤，这就不奇怪了。到了鬼将巅峰，难道是有什么诡异场景，让他宁愿冒重伤风险也要去试？陈院长，您看他受伤的程度，想要治好的话，至少得上千万的冥币啊！而且抬他的诡异说，他全身只翻出10块冥币。眼睛动了动，这老狐狸还有意识。走。这个巅峰鬼将对我们的态度如何？他来的时候已经昏迷了，不过他重伤垂死时选择了我们京剧医院，我觉得起码他对我们没有敌意。如果把他治好，他能恢复巅峰实力吗？需要多久恢复？恢复意识时应该在鬼兵级别，慢慢提升直至巅峰，大致持续1个月，当然想拖到1年都没问题。而且我手里有一款新药，分为致命针和解毒针，2天不注射解毒针，毒素就会破坏身体，巅峰诡异也无法阻挡。我可以在药里添加致命针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给他加上。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很好，那就回去吧。对了，我怀疑巅峰鬼将还能听到手术室里的对话，我要拜托你帮我演场戏。咱们不认识他，何必付这么大代价？医院缺钱，你很难办啊。有些事不是钱能衡量的。京剧医院的宗旨是救死扶伤，我已经决定了，就这么去做。居然自掏腰包给我治疗，如此仗义的人，简直是末世里的一股清流啊！火阎王还是第一次见，当世界都是黑暗时，纯洁的清流反倒成了罪过。我这条命是陈院长捡回来的，不能让他寒心。一定要下猛药，3天太长了，1天不给解药就死的程度，那样我才放心点。是，陈院长。别客气，都是自己人。来，药不能停，咱有事慢慢说。放心，药钱我出。陈老板，我游历四方，从没见过您这样的活阎王。我的员工都喜欢叫我活阎王，该怎么称呼你呢？我没有名字，也没有诡异场景，我喜欢流浪四方，算是孤魂野鬼里的顶尖实力的。他们喜欢称呼我为荒野浪人。居然是个孤魂野鬼，能成为巅峰鬼将，底牌和情报绝对多的杀人。陈院长免费救治我，我兜里确实没多少冥币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只要捏碎令牌，1天之内无论多远我都会赶到，一共有3次机会，这便是我报答陈院长的这份人情。多谢。比起公爵，这令牌鬼气更浓更坚固。公爵提供视力，荒野浪人更像一把独来独往的尖刀，还能召唤3次。对了，你有没有听说过隔壁尹都的情况？尹都？那是什么？根据你说的情况，如果对方是鬼王，你现在已经死了，所以我猜测他应该是半步鬼王。话说你为什么受了这么重的伤？1个月前，我得知望江市外10公里的山区有个失落村庄，这个村庄里藏着一个鬼将级的道具——古今印章。鬼将级道具，死亡重铠就能免疫规则，这印章有什么逆天之处？这个古今印章能力其实一般，能指定鬼王以下做件小事，比如喝水，但拿走印章，村庄就会化为粉末。那里的诡异为了家园，连我这巅峰鬼将的面子都不给，我差点栽在那儿，劝你慎重。陈木兄弟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想问一个事，古今印章能做到什么程度？比如说，我如果想让一个诡异主动接受一张纸条，能不能做到？当然可以啊，
这确实是一件小事。印章每一年只能让他做一件小事，所以我说是鸡肋。猜错了，我的野心远超你的想象。我想要向诡异分发血色小纸条的能力，既然规则不给，我就自己去拿。我将成为新晋的无冕鬼王。他们吃什么？凑合吃。住什么？脑草屋。小孩教育和医疗呢？什么教育？你问这些干什么？他们很不友好，连我面子都不给。要不我陪你一起去？不用了，还没去我就知道，已经稳了。帮我去堕落商场买点东西。对，买些好酒好烟。对，买过来之后放到后备箱里，再带几个厉害的保安，然后来京巡医院接我。他们很对付的本质是因为拿走印章礼房就没了地方住，没地方住，只要来待一天，他们恨不得争相出售村庄。除了我，没鬼能提供这么优质的居住环境。走，跟我去村庄里。还敢来抢古金印章？真以为我们是好惹的？把这几个尸体挂在村门口，让那些来做任务的看看，这就是下场。想毁了我们村子的，来一个杀一个！兄弟，你们也是来抢古金印章的？你们这是什么情况？巅峰鬼将前几天刚来都死了，除了鬼王，鬼王之下的最好都别碰，必死无疑。听我句劝，苦海无羊，回头是岸。走吧。相信我，我会开出他们无法拒绝的条件。唉，好言难劝该死的鬼，除了鬼王没人能通关。又来了，一天3批想拆村子的，不想变成尸体赶紧走。我们是想和你们商量点事情的，顺便带了点小礼物，表示我们的诚意。老板，这些东西放在哪里？就放在这里吧。好强大的气息，这又是一个鬼将，怪不得挑战者都折戟沉沙。陈先生真是太客气了，都是些不值钱的小东西，主要是表达个心意。我话说在前头，失落村庄是不能被毁的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你放心，我不会主动毁了失落村庄的。我在望江市里给你们安排居住场所和工作，失落村庄呢，就送给我吧。实在不好意思，失落村庄是我们的家乡，是不可能轻易交出去的。口说无凭，要不这样，你们派2个人跟我去一趟望江市。我想想，要不我跟你一起去望江市看看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走。当然，如果有其他的诡异想去，也可以一起跟着去。只要搞定了老村长，就等于搞定了整个场景。我的诡异化有时间限制，得赶快离开。不然收到任务就尴尬了。100多个鬼长，还有半部鬼将，这要是签了合同成为心腹，谁要是敢动我，他们绝对不死不休。这100多号兄弟以后就是我的左膀右臂。老村长，你可是我第1个鬼将级合同工。这个酒店装修真豪华，听说也是陈先生产业，叫陈老板。陈老板真他妈有钱，我感觉我们抱上了一条粗大腿。陈总。给他们安排一下。陈先生，这也太奢侈了，真没必要准备这么多。各位朋友，实在不好意思，今天来的仓促，来不及准备，所以只给大家上了员工餐，大家就先凑合一下吧。下一顿再带大家吃点好的。加入我的集团之后，每位员工每个月最低有3000冥币的工资，当然这是最低的，多劳多得，每天仅只工作20小时就足够了。以前在村庄每天24小时，随时有生命危险。两相对比，陈老板的集团简直就是地狱啊！我们要叛变！这些 VIP 套房都是为我的鬼将准备的，住进来不仅看病免费，还能享受治不死大夫亲自治疗。陈老板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也是鬼将？我知道，哼，只可惜你还要掌管失落村庄。跟我合作的鬼将都可以在山水庭院有一套自己的别墅，这附近就是地铁。最豪华的商场、游乐场和电影院。陈老板，您手下还缺鬼将吗？别急，再带你去暗夜高校逛逛。如果是我的鬼将，他的小孩可以获得入学资格，而且还有专门的班级。陈老板，不用再说了，我这就带您去把我们村拆了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我们都要跟您签终身合同。孺子可教啊！陈老板，事不宜迟，要不您现在跟我们回去一趟？您放心，肯定包您满意。好，那现在就走。
必须保护好陈老板。陈老板要是没了，我们就真成了孤魂野鬼啊！陈老板说了，拆一间房签一个合同，拆完立刻签终身合同。陈老板，您可以过来了。陈老板先看我家，我拆得快。陈老板离远点，小心灰尘。没事，我正在诡异化。动作轻点，拆不满意不签合同。古今印章就这么到手了，这事儿得低调，不然荒野狼人得当场心态爆裂。看来自己的路还有很长啊。绝对不能让他发现是我拿走的。既然拿到了古今印章，带好你的人手，跟我回望江市。把村民打散到几百个场景里，别让他们见面。把村长的待遇透露出去，激发嫉妒，削弱他的号召力。用不了几年，他们只认集团不认村长。陈老板，您放心，我办不好的话就不用死着来见您了。最关键的一步，好不容易拿到准鬼王级道具，千万别出岔子。血色小纸条，为什么我会收到这个？难道是主人？是不是收到了血色小纸条？能不能拒绝？不能，我拒绝不了，根本没有拒绝的机会。这就对了，猜测居然真的对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手里200多个诡异场景终于有了用机之地。最好去一下呢，超时会当场死亡哦，就当员工福利了。对了，我能给诡异散发纸条的消息不用保密，能扩散就扩散出去。接下来该做正事了，即使只知道绰号，也足够锁定具体身份了。一定要他死，万一杀不死，还有3个鬼将兜底，最坏还能退守绝对防护的山水庭院。这是个什么东西？你真把尹都元帅喊过来了？短短10几天不见，没想到你进步如此神速啊！但我不得不告诉你，即使你能把他喊来，想要在任务里绞杀一个半部鬼王，难度也是相当大，你不一定能杀死来。我知道，这也是为什么把你们3个喊来的原因。万一出了问题，还需要你们帮我兜底。这事当然，我会全力以赴。另外2位鬼将呢？他俩就在各自的别墅屋顶。总是有种熟悉的感觉，太像我的一位故人了。等事情结束了，我得去那栋别墅拜访一下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这就是陈老板说的那位引都客人。公爵，你能看出他的实力吗？对不起，我没看出来。他隐藏了气息，外人无法察觉，还真有些难对付啊，只能硬碰硬了。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，欢迎你来到山水庭院做客。原来你就是陈木，第一次见到你的样子，真是英雄出少年啊！哪里哪里，尹都元帅过奖了。这栋别墅本来是为我下一位朋友准备的，只可惜有缘无分，那位朋友只想当我的敌人。羊群太肥美，会让人充满欲望，谁愿意和羊群交朋友呢？进入卧室后，直到明早7点前不能离开。明早7点到8点是离开时间，如果8点还没离开，永远也不能离开。明早7点前有任何声音在门外喊你，都不能回答，切记不要回答，千万不能开门。我是热情好客的主人，明早再见，会有更多款待。好的，我会遵守规则。把手表交出来，主人不喜欢客人带东西进卧室。夜晚10点05分，这是可以相信的时间。11点，我看穿了你的陷阱。卧室闹钟比实际快了1小时。如果没看客厅的钟表，7点出门真是才6点，必死。规则必须留有生路，
客厅那个和我试药时间一致的钟表，就是他留下的生路。还好我没有大意，看来真得小心一点，不然真可能栽在这里。现在只能量脉搏测算时间了。等我完成了任务，就是你的死期。他在通过脉搏计算时间，脉搏是最好的计时工具。他只要数9个小时，就知道什么时候到7点了。不过诡异也有脉搏，脉搏没有跳动，半步鬼王有点本事也是正常的。怎么样，很难对付吧？我在他身上看不出任何气息，要么他是鬼将，要么连鬼民都算不上。古今印章表明他不是鬼王，我只要验证一下他是不是鬼将等级就行了。我想我的道具能发挥作用。尊贵的客人，早饭时间到了，陈先生准备了丰盛的早餐，请您出来吃饭。雕虫小技，还有1个小时才到8点，他不出来很正常，他已经发现了生路。实话告诉你，我刚让中央空调喷洒了致幻迷雾，内容是现在是7点50，他被影响了。致幻迷雾只对鬼将以下的诡异有效。一个连鬼民都不算的诡异，掌控尹都杀了几10万人，他为何追杀我？我发现我看不透他了。不可能，我没有留下任何破绽，他明明上钩了啊！为什么最后一刻停了下来？哪里露出了破绽？明明没有问题啊，为什么时间是对的？7点50，应该安全呀，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不应该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可能有点打草惊蛇。你先回别墅，我在客厅等他。先想办法讨到他的话。还有10分钟就要到8点了，再不出去就来不及了。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！他又停顿了10几秒，这10几秒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恭喜通过考验，睡得可好？所以，你停顿的那10几秒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装了监控，你有没有点道德？你一个诡异跟我说道德，我不仅监控了，我还对你使用了道具。你是真的狗！哪条规则说诡异场景的 BOSS 不能用道具的？实不相瞒，你已经失败了，惩罚是死亡。如果告诉我秘密，考虑放你生路。都是大 BOSS， 这种骗新人的话就不用说了。我知道你不可能放过我的。至于我的秘密，等死后你会发现的。但我知道你的秘密，陈木，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你本就不该存在。我看不到你的过去。他居然一语道破我是重生者，绝对不能留他！因为我已经看到了未来，你不会放过我的。说好的能知道你的秘密呢？敢骗我是吧？眼睛不对劲，金光之下隐藏着无穷无尽澎湃的鬼气。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鬼王级道具，算上重生前的空间戒指，这是我遇到的第2个鬼王级道具。到了鬼王级，道具介绍只是个引子，它肯定藏了其他的使用效果，等待我去发掘。道具效果肯定对使用者有利。过往回溯开启。我这是在浏览过往，真是惊艳！会截取过往的重要片段让我浏览观看。一个鬼王级道具所能提供的信息，绝对是无与伦比的。10个光点，难道说整个世界上只有10个鬼王级的道具？如果把10个鬼王级道具全部拿到，就能站在这个世界的最顶端了。这可是一个千金不换的技能，能提前判断生路，价值无可估量。获得了真实经验后，我的等级提升了。第1个鬼王级道具没增幅，难道说只有得到第2个鬼王级道具，实力才开始大幅提升？这是什么道理？想不出缘由，干脆放弃。当务之急是寻找其他鬼王级道具，这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。也不知道重生回来后，现实中还会有冥府银行吗？我空间戒指里就有一个。
而且上一世也不曾听闻冥府银行所在的位置，居然还有一个鬼王级道具。如果我拿走了里面的鬼王级道具，现实的冥府银行崩塌，会不会影响到空间戒指里的冥府银行？唉，算了，想要问鼎鬼王之巅，这一步终究绕不开去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这通天大道也不是这么好走的。请进。老板，堕落商场的幕后老板回来了。堕落商场的幕后老板终于回来了，除了他，整个望江市的诡异场景全部在我手里。很好，我现在有时间，正好去见见他吧。尊敬的陈先生，很抱歉让您亲自去一趟，我们老板身体有些不便，您放心，后续的谈判中我们会让出一部分利益，以表示对您的尊重。最里面的那个房间，洛洛商场的老板就在那里等着您了。好强大的鬼气，浓度之高，居然已经形成了黑色的雾气，整个房间的温度都降低了不少。如此强横的鬼气，从没在其他诡异身上看过，即使公爵、荒野浪人也没有。难道说这是鬼王？陈先生您好，我是堕落商场的幕后老板，你可以叫我堕落之王。您好，鬼方先生，我是陈木。陈先生，听说您对商场有兴趣，长话短说，谈判一下价格。好啊，多少钱您愿意出售堕落商场呢？30亿。旺盛市的商场是你的，其他城市还是我的，进货享同价。因为冒犯让您来见我，打个9折，27亿。暗夜高销100亿，全部商场品牌远超高销，但一个肯定比不过，27亿比较合适。可以，我同意这个价格。很好，那签合同吧。你是不是受伤了？居然被看出来了。我这次来望商市，其实就是为了找你，我就是为你而来。我被一个半步鬼王偷袭受了伤，你能不能向半步鬼王分发血色小纸票，把他带到固定场景？他叫什么名字？我发纸条需要知道名字，至少得是绰号。只要你愿意帮忙，这座商场送你，而且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。那个鬼将名为逃脱大师，最擅长逃脱，即使在鬼王面前也能偷袭得手，从容逃脱。用不了多久，他就会晋升鬼王。他对我就再无忌，我保命也会付出代价。他会找大型场景 BOSS 收保护费，我刚晋升时拒绝了，他就一直针对我。逃脱大师，前世听过，用不了多久他也会找我交保护费，从来都是我欺负别的诡异，不可能交保护费。不如帮了堕落之王，联合铲除后患，还能卖个人情，一举两得。当然可以，我这人为人正直爽快，最喜欢广交朋友。逃脱大师虽是半步鬼王，但我仍然可以向他发布血色小纸条，只是没想到他这么强，此子日后必成大业，交一个朋友非常划算。只是什么？陈木兄弟，你尽管说出来，我好歹也是个鬼王，还是有些本事的。只是我手里的诡异场景，估计很难困住逃脱大师。按照你所说，他逃脱能力极强，我不敢保证他会不会逃脱。陈木兄弟，你看到那片黑色虚空了吗？那片黑色虚无就是临水时崩溃留下的，总感觉怪瘆人的。困住他的方法就在这片黑色虚无中，那其实是空间崩溃后留下的没有空间的虚空，在这片虚空中根本没有空间概念。如果改造成诡异场景，它将永远不可能再次出来。永远不可能出来？是的，没有空间概念谈何出来？瞬移的前提也是有空间概念。如果真的能做到，我就拥有了一个永远玩家困住的监狱，鬼王之下都可以喊过来关起来，发出一张纸条就能宣判一个人永远被关住。心动了。你有将黑色虚无改造成诡异场景的能力吗？我有一个朋友，他送了我一个一次性道具，能将一个城市大小的黑色虚无改造成场景，外表绝对看不出。我想和你合作，我用道具改造临水市，你发布纸条让逃脱大师进去，事成后堕落商场和这个场景都送你，算是我给朋友的礼物。你不怕我拿到这个诡异场景后向你发布诡异任务，让你也进来？鬼王是不会诡异任务的，这是鬼王的特权。好，我愿意帮助我的朋友。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开始？你现在有时间吗？有的话，我想我们现在就能开始了。这是封印起来的黑色虚无，只要将它扔向那片黑色虚无，就能将其改造为诡异场景。
趁着这个时间，陈木兄弟，你想想给他起一个你的名字了。我想想，就叫他虚空监狱吧。拥有了他，我也将多一个身份——陈典狱长。堕落之王好像没什么反应啊。哼哼，你别着急，稍等片刻就是了。来了，虚空监狱正式认主成为我的产业了。这虚空看着太难看了，别人肯定不敢进去。让我帮你装饰一下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陈木兄弟，这就是我为你建造的虚空监狱。我的个乖乖，这到底是什么呀？什么是什么？这还是鬼王牛啊！一座巨大监狱10分钟拔地升起，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晋级鬼王。陈先生，事不宜迟，让逃跑大师见识见识你的厉害吧。有种你不要逃走，面对面你还想是我的对手？这是什么东西？